最近我发现我老婆有点神神秘秘的，后来发现与前任藕断丝连，看着老婆对前任念念不忘，茶不思饭不想的。为了不让他伤心难过，我选择退出，顺便带走所有产业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老婆，咱们离婚吧，我支持你寻找自己的幸福，趁现在还没有孩子，放过彼此。这种天天抓奸在床的戏码，我是真的一刻也不想过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和汪洋真的没什么。我努力装出淡定的样子，看着李楠楠衣衫不整，房间里头床上还坐在光着上半身的汪洋。都这样了，李楠楠是怎么说出两人没什么？反正这绿帽爱谁爱谁爱。等我转身离开，刚从大门出来，李楠楠追了出来。王潇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舔了我1年，才勉强答应和你在一起。就算我做错事，你就不能原谅我一回？听着李楠楠理直气壮说出这些话，我差点没忍住拍手叫好。才一回吗？真把我当傻子？累了，祝你幸福。我确实不想和李楠楠多做纠缠，她选择我的原因，不就看在我能提供她更好的生活品质。当天晚上，李楠楠并没有回家，我让人拟好离婚协议书。王潇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居然敢把卡停了？大概2天后，李楠楠第一次主动跟我联系，是因为我停了所有的卡，公司现在还有没有钱？难道你不清楚？我相信在找我之前，李楠楠应该早早去找过公司财务。我不管，立马给我转钱过来，否则你会永远失去我。现在不管我说什么，李楠楠根本不相信，于是隔天跑到公司准备闹一场。公司真的走到尽头了，你找新公司了没有？李楠楠刚刚进入公司，就听到员工已经准备跳槽了，还有人开始在打包公司的一些东西。二话不说，直接踹开办公室的门。助理看见是李楠楠来，十分自觉地出门。王潇，你在玩什么把戏？为了跟我离婚，你不至于做到这个地步吧？当然至于，我自然不能说实话。这些年我对你如何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蹦迪，我第9，演戏谁都会，就看谁演得逼真。而我现在需要的就是让李楠楠相信我真的破产。这卡里已经是我所有家当。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，塞到李楠楠手中。李楠楠显然愣住，这次负债3个多亿，我不希望你跟我过苦日子。听到我欠3个多亿，李楠楠不自觉地后退2步。此时我拿出离婚协议书出来，让李楠楠签字。起先李楠楠还有一些犹豫，此时她的手机响了起来，看着屏幕上备注老公2个字，我心彻底冷了下来。而李楠楠也不再犹豫，直接签字。王潇，别怪我狠心，以后咱们老死不相往来，捡破烂都别找我。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出去。明知道他不爱我，看着如此决然心，还是堵得慌。王总，新公司合同已经签好了，咱们准备什么时候搬过去？公司倒闭？当然不可能，我只是将公司规模扩大，换个大点的公司而已。而为何要设计骗李楠楠离婚？这事还得从1个月前说起。我无意发现李楠楠手机弹出来的信息，上面备注的是老公。过后我才发现，李楠楠与前任藕断丝连，经常还约出去约会，拿着我的钱出去潇洒。呵呵，真以为我的钱那么好拿的？我会将这些钱好好讨要回来。王总，你要的资料。此时助理将一份文件放在我桌子上，我很好奇，李楠楠和那个叫汪洋的不是很恩爱，为何会分手？打开文件，
我差点没笑出来。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只是因为当时汪洋是个穷小子，给不了李楠楠想要的生活，所以李楠楠目标转移在我身上，按原先的计划行动。这件事全程你来负责。我将资料丢到了垃圾桶中，嘴角不由上扬。李楠楠私自拿了我几百万给汪洋投资开公司，我倒想看看他能不能开得下去。等我将一切都安排好后，我觉得我是时候给自己好好放个假。只怪以前太傻，觉得李楠楠爱钱，只要我拼命赚钱，她就能一直留在我身边。大概半年之后，我旅游回归而来，也偶遇到了真正的那个他，王潇。对不起，是我以前太任性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第一天上班，刚下车就被人拦下，看了半天才看清是李楠楠。她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？面容憔悴，身上的衣服更是皱皱巴巴不成样子，哪儿还有昔日的青春美丽？不好意思，我已经结婚了。当初她想要的，我尽量都满足了。他不是想追求爱情吗？我亲手将他送回初恋手中。不，你不能结婚，你爱的是我，你明明那么爱我。李楠楠似乎接受不了我再婚的消息。是啊，我以前那么爱他，可他是怎么对我的？真是讽刺啊！我不想与他纠缠。助理也立马领会到我的意思，将李楠楠拦到一旁。王潇，我不准你喜欢别人，你只能爱我。李楠楠站在那儿大吼大叫，我知道他不会善罢甘休，可没有想到他会如此疯狂，不仅跟踪我，还偷拍我和妻子吃饭逛街的照片，传到网上网曝妻子是小三。这个男的不就是近半年新上市的老总吗？没有想到居然是个畜生，不要脸的渣男贱女，都去死！网上的评论十分偏激，导致我的妻子在家都不敢出门，而李楠楠才意识到自己失去的是一只金龟。王潇，你个骗子，你为何要骗我？李楠楠在网上找到我公司新地址，直接跑到我公司楼下撒泼打滚，怎么赶都赶不走。当初你给我戴绿帽，口口声声说爱汪洋，我让你选择幸福，哪一件事情不都是他自己做出的选择吗？你骗我离婚，你骗我公司破产，这原本有我一半的财产。李楠楠指着我破口大骂，之前做错事的一句也不想提。破产是真的，东山再起也是真的，这和你可半点关系也没有。再不走别怪我报警。我早就不爱李楠楠了，就在他第一次出轨，第一次与汪洋约会，忍受那么久，就是为了看看他自己选的路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。王潇，你真的要对我这么绝情吗？你忘了，你之前发过是要对我一辈子好。李楠楠一听要报警，立马就转变态度，她想上前抓住我，却被保安拦下。如果不是看着熟悉的脸庞，我是真的看不出这个人就是我之前宠爱有加的女人。你选的路自己走，少作茧自缚。说完，我转身回公司，并且提醒保安，再闹就报警。李楠楠在我这儿没讨到好处，正好网上的帖子火了，借着热搜，大量发出我和他之前的一些亲密合照，上面还附上什么山盟海誓的誓言。网上的风评更是可笑至极，挑唆李楠楠要回自己的幸福。而这李楠楠还真的跑去找我女朋友，我并不知道我女朋友怎么将李楠楠打发走的。等我收到消息过去的时候，人已经不在了。对不起，这事是我没处理好，这是我的真心话，这事跟他本来就没有多大关系。我选择跟你在一起，就做好面对的准备。有些事情不是对错那么简单。听完这话，我突然发现，选对人真的不用过分去担心情绪这个东西。隔天，李楠楠没来纠缠，汪洋却来了。
你跟我老婆睡了1年了，是不是该有点赔偿？”听到这话，我差点震碎3观。周边的人听着这话，立马一副吃瓜表情。没想到啊，王总居然喜欢睡别人老婆。王总平时看着斯文，没想到是个败类。而汪洋见我没说话，又听着周围吃瓜的话，更是神气。虽然事情过去了，但我老婆，我不能让你白睡，100万1年刚好。汪洋狮子大开口，说完得意洋洋地看着我，不给钱不走的那种。这就是李楠楠心心念念的白月光，就这副德行，爱得死去活来。起诉、报警、勒索谣言，最近因为这个事已经影响到我正常生活。公司上市是需要口碑，一开始没处理，确实也抱有私心，想借此事打开知名度。现在免费上了热搜，有些事情还澄清，还是得澄清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？听到我解释都没一句，就直接报警。汪洋有点不知所措，是不是事实法庭上好好说？我并没有理会。等等，王潇，100万，我把李楠楠还给你。汪洋突然拦住我的去路。老婆还能卖的100万，一个二手货。汪洋被周围的声音扰乱，有点心虚，不感兴趣。我早就不是那个恋爱脑的傻小子。汪洋没有想到我来真的，很快他就收到我的律师函。开庭之前都有调解，我拒绝调解，这种人不配。啪，都是你这个贱人，被人睡了那么久，1分钱都拿不回来。汪洋故意在我跟前对李楠楠动粗，一巴掌又一巴掌的打，嘴里说着可耻恶心的话。老子要是进去了，你也别想好过，还不快去让王潇撤诉！说完又给了李楠楠一脚，直接将她踹跪在我跟前。被打的李楠楠可怜兮兮地跪在地上，小心挪动步伐，想用手抓住我的裤脚。不好意思，我再说一遍，拒绝调解，麻烦立即开庭。我躲开后，立马通知调解人员。王潇，你别 TM 给脸不要脸，惹毛老子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汪洋被激怒了，还以为我是李楠楠，听到没有，当场都敢威胁我，告诉我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。我可不想跟那种人说太多废话。很快根据我的要求，很快就开庭。这回汪洋真的慌了。第一，汪洋在我和李楠楠还是夫妻关系之时勾搭在一起。第二，李楠楠在与我的婚姻有效期间给汪洋刷了300多万。最后，李楠楠和汪洋因道德问题，除了偿还我300多万的，还需要赔偿我100万。最后的判决，汪洋自然是不服，可后面还有他敲诈勒索谣言的案子，最终被判3个月立即执行，赔偿总额500万。退庭后，李楠楠特意在大门口等着我。王潇，求你一次，别不管我好不好？李楠楠早已把双眼红得红肿，整个人也是憔悴不堪。我们早就没关系，你一直纠缠算几个意思？之前就说了很清楚，既然他自己选择所谓的白月光爱情，现在又让我可怜他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他对我不好，把钱花完了就开始对我各种羞辱，打我骂我都是常事。李楠楠哭得泣不成声，她说她错了，只是觉得没过上她想要的生活罢了。你我都有自己的生活，别再扯关系。我并非无情，只是给过他太多机会，把自己伤透了，好不容易放手走出来，不想重蹈覆辙。那天李楠楠如何求我，如何哭，我都无动于衷地走了。王潇，你就是为了他才不要我的吗？有一段时间我以为都恢复正常轨道，没有想到偶尔一次，我和女友在吃饭，李楠楠突然跑过来发疯，你有完没完？我将女友护外身后，
李楠楠看到这一幕更加疯狂。你说你一辈子爱我的，你发誓你只对我好。李楠楠哭吼声引起很多人围观，那些人都以为我脚踏两只船，都暗搓搓地骂我是渣男，真可怜。遇到这种渣男，看那小三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李小姐，婚内出轨的是你，说要追求爱情的也是你，王潇成全你们，用了大半年才走出来，你现在又找上门是几个意思？我刚想开口维护女友，只见女友站了出来，大声质疑，这话让全场安静了下来。现在过得不好，又想起王潇的好。不等李楠楠回答，女友又开口质问，这些问题都摆着，李楠楠一个也回答不上来。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没有你，我和王潇早就和好了。李楠楠瞬间变得急躁起来，将矛头指向我女友。没有谁，我也不会和你在一起。真把我当冤大头。王潇，我错了，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爱你。李楠楠突然上前拉住我，那眼泪流得比谁都可怜。可那又怎么样？我扯开她的手，别再纠缠，给自己留点尊严。我并没说狠话，人怎么多，并不想因他的不要脸丢了我的脸。这顿饭终究还是提前结束。女友体贴的让我更加愧疚，知道李楠楠还会来纠缠，于是我主动出击，找了代表律师上门帮我要债，天天去，天天催，催到他没有时间来找我，我也就清闲了2天时间。李楠楠又开始整事情。某天我和女友刚准备去吃饭，就接到警员电话。赶到的时候，李楠楠站在天台上，你们都不要过来，只要我死了，你们才能安心过日子。李楠楠看见我和女友来后，那情绪更加激动。我并没有靠过去，只是安静地站在警员后面。在上来之时，我也将前后事情与警方说清楚。王潇，我错了，是不是只有我死你才能原谅我？见我没有任何行动，李楠楠只能点名，将我架在道德之路上。听说这个男的出轨，女的为了挽留才这么极端的渣男，居然还敢把小三带来刺激，不等于间接杀人。有些人为了凑热度，居然还开直播，说什么的都有，笃定我出轨的更不在少数。跳啊，怎么还不跳？都站在那2个多小时了。突然楼下看热闹的突然大喊了起来，这能摔死人吗？也才5楼。我这才发现这是一处老破小的旧小区，汪洋早就把钱败光，2人哪儿住得起好小区？李楠楠原本就是想要做戏给我看，逼迫我和他在一起，哪里会真的想跳楼？被他们这么一喊，有些尴尬。王潇，我只要你一句话。李楠楠又将问题抛给我，你当然不能死，你和你老公欠我的500万还没还完。其实我之前就申请了强制性还款，2夫妻名下的财产七七八八加起来都不到100万。不是吧？有老公啊，那怎么还纠缠不清？好劲爆！这难道是霸道总裁爱上有夫之妻？不管说什么的都有。李楠楠原本内心就高傲，只不过这半年被汪洋磨得差不多，什么脸面他早就不要了。王潇，你果真如此绝情？说着就要往下跳。围观看戏的看着场面，惊呼起来，也不知道李楠楠是被吓得还是狡猾，直接掉了下去。不过掉在安全气囊上，警务人员立马送去医院做检查。只不过这李楠楠是不是摔到脑子，非要我去医院才愿意做检查？不好意思，我并没有义务天天跟李小姐浪费时间。3番2次接到电话，我也十分反感，与我何干？换句话来说，我何尝不是无辜者？王总，请问你的前妻躺在病床上呼喊你的名字时，你作何感想？我是没有想到李楠楠不要脸到这个地步，
求助记者因你而跳楼，却未能露面，可有想对李女士说的？那些记者巴不得对在你脸上拜访，安静，不曾做过功课，在这儿大放厥词，那就别怪法律无情。我身边助理都看不下去，挡在我跟前。听到那些话后，记者确实老实安静了不少。应该也有人调查过这件事，只不过他们想要炒出不一样的新闻上头条而已。没有想到我会这么难拿捏。李楠楠见没有把我怎么样，更是气得不行。为了逼我去见他，故意装病不出院，更多的应该是没钱交住院费，而我对于他的事情无动于衷。最后李楠楠没了办法，到处借钱把住院费交上。借钱就借钱吧，居然还提我的名字。当我看见那欠条，我都被气笑了。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，我是真的见识到了。我俩离婚将近1年了，你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被李楠楠的债主围堵在小区门口，她是你前妻，这钱你俩谁还都得还，他们可不管，反正只要能要回钱再说。就是啊，听说你还是个大老板，不会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吧？那些人还想用激将法，可惜我压根就不吃这一套。我没你们度量大，你们前任欠的债都给还了，我不气反而笑。就这，跟李楠楠厚脸皮可差太远了。你们应该去找李楠楠的老公，我说得很清楚，我凭什么给李楠楠还债？我们压根就找不到他们。再说了，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听听又拿这事说，真的就没别的理由了吗？不我不知道。你们要是不知道冤有头债有主的话，我不介意帮你们一把。既然我说的人话他们听不懂，我只能叫他们听得懂的人来说。见我要报警，立马灰溜溜地跑了。王潇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会原谅我？那天下着大雨，李楠楠跟个疯子一样站在小区门口淋雨，然后又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李楠楠，你要我怎么样才能放过我？说了多少遍，缘分已尽，没有赶尽杀绝自己是我最大的恩德了，为何他还如此纠缠？我只是想让我们重新开始，有那么难吗？李楠楠没有找到我会这样说，重新开始，那有那么多重新？劝也劝了，说也说了，李楠楠执拗装听不懂，死缠烂打有用，这个世界不就乱套了？王潇，我真的错了，就一次好不好？李楠楠被淋得全身湿透，加上夏天衣服原本就薄，双手拉着我的手就往他胸前贴去，吓得我连忙甩开手。这女人当真是不要脸皮，又不是没碰过。再说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的心里有你。李楠楠被我甩开，踉跄了2步，却露出一抹妩媚的微笑，想要再次靠近我时，我立马将她拉开距离。如果你再执意纠缠下去，别怪我不讲情面。说完头我不回地走了。到底是李楠楠难缠，还是我心慈手软？李楠楠这次没有追上来，我还以为她听得懂话了，没有想到她是换了一个方式。既然得不到我，那么就想毁掉我。我也不知道李楠楠跟踪我多久。某天我应酬回来，喝得有点多，刚开家门，一道影子窜了出来。那时我头昏脑胀的，根本就看不清跟前是谁。隔天早上，我发现自己光着身子躺在床上，这为何我半点影响都没有？平时我都会保持一丝清醒回家的。我拿起手机拨打助理电话，他将我送回家后，他也回家了。回家，这个我还是有影响的。可后来呢？对了，我进屋正好喝了一口水，然后看到一道影子，想到什么，我立马穿好衣服起身，将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，还果真丢了东西。我立马报警，先是以盗窃案处理，案子还没有头绪。
我手机莫名收到一些其他的图，打开之后，我整个人都惊呆了，居然是我的裸照。答应我的条件，否则将这些照片曝光。看见附在最后的短信，不知为何觉得莫名的好笑。那么一瞬间，我猜测到是谁了。原本还着不到是来摆脱，没有想到居然自己送上门。我并没有回复，而是直接报警处理。警方将这2件案子结合起来，只能说李楠楠做事并不是天衣无缝的，很快就被发现端倪。也不知道李楠楠是怎么知道，等警方找上门的时候，李楠楠已经跑了。她在我家拿走的几万块钱，如果省着点花，应该能撑几个月，就当买个清闲。可奇怪的是，每次警方都感觉要抓到李楠楠，总能第一时间跑了。第3个月后，汪洋也顺利出狱了。本以为盯着汪洋就能找到李楠楠，可惜我们想的太简单了。不仅汪洋跟丢了，李楠楠也没有再出现。难道就这样消失了？王潇，这是你逼我的，都是你害得我跟过街老鼠一般。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这是我最后一次收到这个短信。我似乎知道李楠楠要做什么，她要毁掉我。不过警方似乎早就做好了准备。这次李楠楠是没有想到，我的那些照片都还没有来得及发送，当场就被抓到。王潇，你个混蛋，我做鬼也不会放了你！李楠楠看见我那一刻，死命吼叫，嘴里已经不是求饶，而是辱骂和咒骂。我亲眼看着李楠楠被抓后，我才放心不少。就在我以为日子恢复正常，我却发现汪洋突然有些反常。他时常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站在某个地方盯着我看。他并没有对我有过多的行为，我也不能把他怎么样。王总，刚刚得到消息，李楠楠越狱了。越狱？我的第一反应，他还会不会继续纠缠我？安稳过了几日后，似乎没有看见李楠楠。我以为李楠楠不会再出现，直到有天，汪洋突然站在不远处，对着比了一个手势。一开始我以为和之前一样，只是看着。没有想到，发现2人在起阴谋。王潇不好了，静静不见了，我的女友突然不见了。第一时间，除了报警，我还主动提出了一些证据。只不过这2人还真的太能藏。你不是很爱你的小女友吗？我现在不要你的爱，给我5000万。第3天，我收到了这条信息，我立马通知警方。为了拖住2人，我假意答应，并保证我女友现在安然无恙。收到我的信息后，他们立马又回了信息，这让警方得到了 ID 的确定位置。他们手里有人质，不能打草惊蛇。于是警方让我尽量配合对方。5000万现金需要提前预约，等待的这段时间，我们能不能聊聊？我主动给李楠楠发信。随后只回复了一个地址，不许报警，一个人来。当天我便一个人去。很快我在荒郊破屋里看见李楠楠和汪洋。哟，没看出来，原来你对这小女友这么上心。李楠楠阴阳怪气，脸上满是嫉妒。为何要走上这条路？我没接李楠楠的话。为何？哈哈哈！王潇，之前我那么哀求你，可你能？李楠楠双眼充满憎恨，死死地瞪着我。想要我放了你女友可以呀，拿你来换，再将钱带给我。李楠楠突然有了注意，跟我提出了另外的条件。汪洋自然是不愿意的，还在哪儿和李楠楠拌嘴。不知道他对汪洋说了什么，他立马就同意了。怎么，不是说爱你女友吗？这点事情都做不到。李楠楠明显在刺激我。但是这次确实刺激到我。好，我同意。既然我现在来了，那可以立马放了静静，我跟你回去。我手机早已开启定位，如果跟着他们回去，那么一定能找到老巢。
汪洋和李楠楠大概是有了第一次的教训，变得格外的小心，将我手机没收，丢在荒山。静静，你没事吧？我被他们带到一处巷子里，七拐八拐的，很快就到了一处阴暗的地下室。原本说好与我和女友交换做人质，可没有想到李楠楠突然反悔了，他们将我和女友一起困在地下室中。来之前我也做足了准备，没了手机定位，警方在我衣服里隐藏了追踪器，可这地方实在难找。5000万为何还没送来？李楠楠等了一天，有些失去耐心，还催着让我给助理打电话。奇怪的是，打了大半天都没有人接，我就说这人靠不住。上次汪洋气得差一点说漏嘴，要不是李楠楠及时捂住，我是不是能知道另外一个秘密？怕什么？现在他们2个都在我们手里，怎么你还假戏真做，喜欢上了那小助理？汪洋打掉李楠楠的手，醋味十足。我只是安静地看着他们，告诉你也无法。难道你不想知道，为何每次警方抓捕我时，我都能快一步逃走？李楠楠得意地在我跟前晃悠，似乎在说他得意的杰作。我设计睡了你的小助理，让他给我通风报信。我都不知道这李楠楠脸皮到底有多厚，这种事情说得如此风轻云淡。再看看汪洋，就跟没事人一样，似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值得骄傲吗？第一次我觉得不知廉耻用在李楠楠身上都觉得轻了，现在小鹿带着你的5000万跑了，我脸上依旧保持淡定的，这让李楠楠和汪洋十分不爽，或者他们想看见我的恐惧。汪洋上来就给我一脚 ，TM 你拽个什么东西？反正老子都坐过牢，大不了弄死你们。汪洋脸上的那股狠劲上来，一下子就踹了我好几脚。我女友心疼的扑在我身上，让他别打，啧啧，真恩爱。不知道如果你脏了，王潇还会不会爱你？汪洋突然起了坏思想，把注意打在我女友身上，哈哈哈。汪洋在我脸上看到了害怕和恐惧，突然大笑了起来。李楠楠有些不耐烦地扯开汪洋，怎么你可以跟那么多男人睡？我玩玩怎么了？汪洋被李楠楠的举动惹得发怒。原来汪洋将钱挥霍完后，在没钱的情况下，让李楠楠去跟那些有钱的老板睡。每次汪洋提起这件事，李楠楠格外的生气。要不是因为汪洋，怎么会脏了身子？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吵了起来。我与女友趁机解开绳索，准备偷偷逃出去，没有想到此时被汪洋发现。我拉着女友一个劲地跑，只要我动起来，追踪器就会跟着动，那么警方就能找到我们。可这七拐八拐的确实太难走了，而李楠楠和汪洋对此又熟悉，我和女友很快就被堵上。你们想知道小鹿此时拿着你们的5000万在干嘛吗？我自然是拖延时间，希望警方快点找到我们。你少 TM 在这儿装腔作势，要么拿钱，要么拿命，老子现在什么都不怕。汪洋双眼狠厉地瞪着我，手中拿着一把长形钢刀，一步步往我俩这边走来。王潇，别说我没有给你们机会，要么现在就打电话让人拿钱来，要么……李楠楠耸耸肩，意思很明确，他拦不住，也不想拦汪洋。放心，我有办法。原本我还担心女友，没有想到他反而安慰我，看着女友比我还淡定，心里多少放心许多。你们不就想要钱吗？我有，只要你们放了我们。我听完女友的话，也少许震惊。之前在异国偶遇之后，我只知道她家境还不错，没有想到居然是 S 有名的贺家。好啊，给你们2个小时，少1分钟我就切掉你的手指头。李楠楠对贺静不只是嫉妒和羡慕，
从他眼神里还透出杀意。我俩靠在一起，在背后比划着了半天，想着对策拖延对方。很快，李楠楠递给贺静手机，按下号码后，只是说了几句话。我觉得咱们根本就不用怕他们1对1。贺静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与其在这儿受他们要挟，还不如拼一把。若没有女友在身边，或许我确实敢这么做，只不过一开始就担心她的安危。此时她的话让我突然有了注意，我俩小声商量了起来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在我跟前秀什么恩爱？李楠楠见我俩挨着，心里十分的不舒服。李楠楠，其实我很想知道，你从始至终有没有爱过我？我起身给贺静比了一个手势。刚刚在不远地方发现一根木棍，能防身。哎，哈哈，王潇，你还是那么天真。我从始至终爱的都只是你的钱而已。听到答案，我并不觉得多惊讶，相反，只是淡淡笑了一声。我的回答或许没让李楠楠满意。就在此时，贺静冲刺拿到了木棍，汪洋拿起刀朝着我们过来。很惊喜的是，贺静居然连散打。那为何我们刚刚还那么憋屈说半天？这不得配合他们演完这场戏。女友的回答让我有些哭笑不得，感情在他眼里，这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。很快，我们就占了上风。就在此时，警方正巧找到了我们，李楠楠和汪洋也没有机会再跑。我和女友顺利解救出来。对于李楠楠和汪洋，他们会遭受到他们应得的惩罚。3天后，警方逮捕到准备要逃出国的助理小陆。看见我出现的那一刻，小陆还是有些小意外，怎么没有想到？我看出了小陆的疑惑。其实你做的那些，我早就知道，只是想给你机会。说出来，我都觉得有些失败。我对小陆十分信任。你何时对我起疑？小陆自然也不明白，觉得自己做的天衣无缝。我不可能发现端倪。就在喝醉你送我回家的那一次，我一般都会保留一丝理智，而那杯水下去，为何我会失去意识？隔天我还打电话询问时，小陆明显在说谎。他确实送我回家，可那杯水也是他递给我喝的，水里有问题。小陆应该早就知道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他威胁我，如果我不帮他，就把照片发给我女朋友。小陆一脸的垂丧，他也是被逼无奈。如果不是这样，谁愿意卖主求荣？后来才知道，小陆和女友已经订婚了，并且女友有了3个月的身孕，两人也十分恩爱。只不过被李楠楠这么一设计，害怕失去女友的小陆什么都做得出来，可犯错就得有惩罚，没有那么多原谅，更没有那么多机会去原谅。5000万被追了回来，犯罪的他们也得到了惩罚。我们什么时候结婚？最近女友对这个问题相当在乎，可我对自己似乎少了一份信心。大老家的女儿，我又是个二婚。放心交往的第1天，我就跟我父母说了，而且我爹见过你哦。听到女友的话，我的心突然紧张了起来。见过？什么时候？我表现得还算好吗？看着贺静哈哈大笑起来，想来我又上当了。解救的第2个月，我与女友顺利举行了婚礼。婚后不久，贺静顺利怀上了孩子，我沉浸在当爹的喜悦当中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